有缘人。当你听到2025年有5大资产即将暴跌时，你会怎么想？是担心自己手上的资产会瞬间贬值，还是庆幸这些资产和你无关？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无视，觉得这些资讯与自己毫不相干。但你知道吗？资产暴跌对于真正懂得规则的人来说，反而是赚钱最快的机会。让我们换个角度思考，如果你知道某个房产今天价值100万美元，而在不久后只需50万美元就能买下，你会袖手旁观还是主动出击？当台币贬值，美元升值的趋势已成定局，难道你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富缩水？不，真正的赢家早已准备好将这场危机变成转机，用暴跌的资产来翻倍自己的财富。历史告诉我们，无论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，还是香港房价暴跌时，真正的富人都是在别人恐慌时果断出手，从而实现财富的飞跃。2025年，这样的机会即将再次到来。现在的你准备好了吗？如果你不想错过这场一生一次的财富重分配，那么继续看下去，这段影片将颠覆你的思维，改变你的未来。当市场一片哀嚎，资产价格暴跌时，你是否想过，这正是财富积累的绝佳时机？想象一下，曾经价值100万的房产，如今只需半价，你会选择袖手旁观，还是果断出手？很多人只看到暴跌带来的恐慌，却忽略了其中隐藏的巨大机遇。其实，暴跌并不意味着损失，反而可能是你实现财富逆袭的开始。就像在汇率波动中，那些敏锐的投资者通过资产转换，轻松赚取了巨额利润。资产暴跌时，市场的恐惧和不确定性反而会放大赚钱的机会，而那些真正掌握财富密码的人，早已在暴跌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财富密码。在财富的世界里，巴菲特和李嘉诚的名字如雷贯耳，他们的成功故事早已成为无数投资者心中的传奇。然而，他们之所以能够站在财富的巅峰，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市场繁荣时的精明决策，更在于他们在危机中展现出的非凡眼光和胆识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财富机遇往往隐藏在市场的暴跌和混乱之中。2008年，全球金融市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，股市暴跌，房价崩盘，金融机构纷纷倒闭，无数投资者在恐慌中损失惨重。然而，就在这个被恐惧笼罩的时刻，巴菲特却逆势而动，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和坚定的信念，开启了他一生中最传奇的投资之旅。他没有被市场的恐慌所左右，反而看到了暴跌背后隐藏的巨大价值。他大胆投资那些被市场低估的优质资产，最终在市场复苏时获得了惊人的回报。巴菲特的这一系列操作，不仅让他在危机中保住了财富，更让他成为了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。他的成功证明了一个道理，在市场的暴跌中，恐惧是最大的敌人，而勇气和智慧则是通往财富的钥匙。同样，李嘉诚的故事也极具启发性。
在香港房地产市场经历剧烈波动的时期，房价暴跌，无数房产投资者陷入困境，市场一片哀嚎。然而，李嘉诚却凭借他对市场的深刻洞察和精准布局，在这场危机中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财富，更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亚洲首富的地位。他没有被市场的短期波动所迷惑，而是从更宏观的角度审视市场，看到了危机背后的机遇。他通过调整投资组合，优化资产配置，甚至在市场低迷时大胆抄底，最终在市场复苏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。李嘉诚的成功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财富积累不仅需要敏锐的市场洞察力，更需要在危机中保持冷静和果断。巴菲特和李嘉诚的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时代和市场，但他们成功的共同点却异常清晰。他们都能在市场暴跌和混乱中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，他们都能在市场恐慌时保持冷静，在市场低迷时果断出手。他们深知资产暴跌时，市场的恐慌和不确定性反而会放大赚钱的机会。当别人都在逃离时，他们却在冷静布局，将危机转化为机遇。他们的成功并非偶然，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财富的底层逻辑。在市场的波动中，无论是涨是跌，都有赚钱的机会。关键在于你是否具备发现机会的智慧和把握机会的勇气。在2025年的今天，我们同样面临着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危机。全球经济的复杂性、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以及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，都让投资者感到不安。然而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更需要从巴菲特和李嘉诚的故事中汲取智慧。他们的成功告诉我们，危机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准备好应对危机的策略和心态。只要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，保持冷静，敏锐洞察市场变化，并且敢于在危机中布局，那么暴跌可能就不再是灾难，而是通往财富自由的捷径。下面我就来说说2025年有哪5种资产将会暴跌。第一，美债的贬值。美元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，一直是全球经济的核心。然而，2025年美元和美债的前景却充满了不确定性。美元之所以强大，不仅仅是因为它背后有强大的美国经济作为支撑，更因为它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核心地位。然而，这种地位并非不可动摇。美元的价值在于它的稀缺性和全球需求。美国通过印钞机源源不断地向全球输出美元，而全球各国则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持有美元。这种循环使得美元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和使用。然而，当这种循环被打破时，美元的价值就会受到严重威胁。2025年，美债市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。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各国经济政策的调整，许多国家开始减少对美债的持有。中国、日本等传统美债持有大国纷纷减持，这使得美债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。美债的吸引力正在下降，
而美国政府为了维持债务融资，不得不提高利率以吸引投资者。这不仅增加了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，也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美债市场的变化直接影响了美元的价值。当美债价格下跌时，美元的吸引力也会随之下降。因为美债是美元的核心支撑之一，美债市场的不稳定会让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产生动摇。此外，美债市场的变化还会引发全球资金的重新配置。当投资者不再愿意持有美债时，他们可能会将资金转移到其他资产类别，如黄金、新兴市场债券或其他货币。这种资金流动将进一步削弱美元的地位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美元的贬值风险正在上升。美国政府为了维持经济稳定和债务融资，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量化宽松政策，这将进一步增加美元的供应量，从而导致美元贬值。美元贬值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美国出口和经济增长，但也会引发通货膨胀，进一步削弱美元的购买力。第二，派息资产的贬值。在金融市场中，派息资产一直是投资者的宠儿。无论是股票、债券还是其他固定收益产品，他们通过定期派发利息或股息，为投资者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。然而，2025年，这些派息资产的前景却并不乐观。美债市场的变化对派息资产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当美债利率上升时，其他派息资产的吸引力就会下降。因为投资者总是会比较不同资产的收益率。如果美债可以提供 5% 的无风险收益率，那么其他派息资产就必须提供更高的收益率才能吸引投资者。这意味着股票、债券等派息资产的价格可能会下跌，以提高它们的收益率。例如，一只股票的股息率为 3%， 当美债利率上升到 50%， 这只股票的吸引力就会下降。为了保持竞争力，股票价格可能会下跌，从而使股息率上升到 5% 或更高。这种价格调整机制虽然在理论上是合理的，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损失。此外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也对派息资产产生了负面影响。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通货膨胀上升，企业的盈利能力可能会受到冲击。这不仅会影响股票的派息能力，也会导致债券市场的波动。许多企业可能会因为经营困难而减少或暂停派息，这将进一步削弱派息资产的吸引力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投资者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的投资组合。如果你持有大量派息资产，那么你需要密切关注美债市场的变化和全球经济形势。如果派息资产的价格持续下跌，你可能需要考虑调整投资策略，将部分资金转移到其他更具防御性的资产类别，如黄金或现金。第三，美国商业地产的贬值。商业地产一直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然而
2025年，商业地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。疫情的爆发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和工作方式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家办公和网上购物，这使得传统的商业地产，如办公楼和零售店铺，面临着巨大的空置压力。在美国，许多商业地产的房东发现，他们的租金收入正在大幅下降。办公楼的空置率不断上升，零售商的销售额也在下滑。这种趋势不仅影响了房东的收入，也对商业地产的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。许多商业地产的估值已经大幅下降，而一些房东甚至面临破产的风险。商业地产的困境不仅仅是租金收入的下降，还涉及到债务问题。许多商业地产的房东在购买物业时依赖了大量的债务融资。当租金收入下降时，他们可能无法按时偿还债务，这会导致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面临巨大的风险。如果商业地产的债务危机进一步蔓延，可能会引发一场新的金融危机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投资者需要特别警惕商业地产的风险。如果你持有商业地产相关的投资，如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或商业地产债券，你需要密切关注市场的变化。如果商业地产市场继续恶化，你可能需要考虑减少相关投资，以避免潜在的损失。第四，美元贬值。美元贬值一直是全球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话题。2025年，美元贬值的风险正在上升，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首先，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是美元贬值的重要因素。美国政府每年面临着巨大的财政赤字，为了维持政府运转和推动经济增长，美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印钞来融资。这种量化宽松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刺激经济，但长期来看，却会导致美元供应量的大幅增加，从而引发美元贬值。其次，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也对美元产生了影响。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和全球经济的多元化，美元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地位正在逐渐下降。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减少对美元的依赖，转而使用其他货币进行贸易结算。这种趋势不仅削弱了美元的需求，也增加了美元贬值的压力。此外，美国的贸易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元的价值。美国政府通过加值关税来保护本国产业，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贸易逆差，但也会引发贸易伙伴的报复。这种贸易摩擦不仅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增长，也会对美元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美元贬值的可能性正在上升。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美国政府的政策变化和全球经济形势，提前做好应对准备。如果你持有大量美元资产，你可能需要考虑将部分资金转移到其他货币或资产类别，以对冲美元贬值的风险。第五，汽车贬值。汽车一直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。然而，2025年，汽车市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。
随着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，传统燃油汽车的市场正在逐渐萎缩。电动汽车不仅更加环保，而且使用成本更低，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购买电动汽车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汽车市场的贬值趋势正在加剧，尤其是那些价格在10万美元以下的汽车，贬值速度更快。许多汽车制造商为了争夺市场份额，纷纷降低价格，这进一步加剧了汽车市场的竞争。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的领军企业，其新车价格也在不断下降。这种价格战不仅影响了特斯拉的利润，也对传统汽车制造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。汽车贬值不仅体现在新车市场上，二手汽车市场也受到了严重影响。许多车主发现，他们几年前购买的汽车在二手市场的价格大幅下降，甚至不到原价的一半。这种贬值趋势不仅影响了车主的资产价值，也对汽车金融行业产生了负面影响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投资者需要特别警惕汽车市场的风险。如果你持有汽车相关资产，如汽车制造商的股票或汽车金融债券，你需要密切关注市场的变化。同时，你也可以关注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趋势，寻找其中的投资机会。在投资的世界里，资产价格的波动就像是一场登山之旅。当你努力攀登一座高山时，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，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和时间。或许你需要花费几个小时才能到达山顶，但当你从山顶下山时，速度却会快得多，甚至只需要1个小时。这种速度上的差异，正是资产价格波动的真实写照。在金融市场中，资产价格上涨的过程往往充满了阻力。无论是股票、房地产还是其他投资品种，它们的上涨都需要市场的支持、经济的增长以及投资者的信心。然而，当资产价格下跌时，情况则完全不同。下跌的速度往往比上涨快得多，就像从山顶跳下一样，瞬间就能完成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当时，美股在3年内上涨了 49%， 但疫情来袭时，市场在短短1个月内就下跌了 49%。这种快速的下跌虽然让许多投资者损失惨重，但也为那些敢于逆势操作的人提供了巨大的机会。如果你能在市场暴跌时保持冷静，甚至提前布局，那么你就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收益。巴菲特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逆势投资，最终赚取了巨额利润。李嘉诚在香港房价暴跌时果断抄底，成功巩固了他的财富地位。他们的成功并非偶然，而是因为他们深知资产价格波动的规律，并且敢于在市场恐慌时抓住机会。这种对市场波动的理解，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分析，更是一种对人性和市场心理的深刻洞察。当市场上涨时，投资者往往被贪婪所驱使，盲目跟风，推动资产价格不断攀升。然而，当市场下跌时，恐惧和恐慌会迅速蔓延，
投资者纷纷抛售资产，导致价格暴跌。这种情绪化的反应，正是聪明投资者可以利用的机会。如果你能在市场恐慌时保持冷静，甚至反向操作，那么你就能在暴跌中找到赚钱的机会。石油是全球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。2025年，油价的走势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。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新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，石油的需求正在逐渐下降。与此同时，石油供应却在不断增加，这使得油价面临巨大的下跌压力。油价下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。对于石油进口国来说，油价下跌可以降低进口成本，从而缓解通货膨胀压力。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，油价下跌对其经济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。然而，对于石油出口国来说，油价下跌则意味着收入的大幅减少。俄罗斯作为全球主要的石油出口国之一，其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出口。油价下跌不仅会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实力，还可能影响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。此外，油价下跌还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影响。石油市场的波动会引发资金的重新配置，投资者可能会将资金从石油相关资产转移到其他领域。这种资金流动不仅会影响石油公司的股价，还可能对全球股市和债市产生连锁反应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油价的走势。如果你持有石油相关资产，如石油公司的股票或石油基金，你需要特别警惕油价下跌的风险。同时，你也可以关注油价下跌带来的机会，例如投资那些受益于油价下跌的行业，如新能源、航空和物流等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，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，并在评论区留言那句接财接福接好运，与我建立连结，随缘加入，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